哎，你把这个放下。丽娜姐，我们这是工作，你能不能别为难我们？这个不用你们管。我们没办法向上面交差，姐。你看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投票结束，他们就上来了。我们要搬到下面去。赵旭要和你换办公室。出去，罗老师，滚出去！你刚才说谁？赵旭，就是那个一天到晚趴在微博上看电视里出来一个律师，就挑人家哪句话说的不对，打官司不能这么打。后来被人家编剧爆出来，他其实一场官司都没有打赢过，就是一个纸上谈兵的蹭热度的家伙。封印特别讨厌他，发配他去管接待、管投诉。他的办公室以前就是一个储物间。你跟我说的前嫌尽弃，就是把我发配到权力所最小的办公室去吗？这些小事你也要计较吗？是金子在哪都发光。你不计较，我可以跟你换办公室。您是金子，埋到沙堆里都不怕。赵旭对我一直忠心耿耿。你混淆了忠心耿耿和拍马屁，好吗？古代有一位君王，想要千里马，他的跟班花重金替他买了千里马的骨头。君王大怒，他的跟班说：“如果让大家知道，你连死了的千里马都肯千金买骨，那么活着的千里马，你肯定更愿意出高价了。我对赵旭好，就是要让大家知道，我是一个重视忠诚的人。如果你也肯愿意证明你对我的忠诚，看来我们对忠心耿耿的理解不一致。您说的忠心耿耿叫愚忠，而且你讲的故事，出自《战国策·燕策》，是燕昭王千金买骨，但最后统一六国的是秦国。你是在委婉地告诉我，谁笑到最后，谁笑得最好？不，我只是想温馨提示一下：小人得志，莫张狂。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感受？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。罗宾就要搬到储物间去了。你作为表现优异的律师助理，有机会重新选择一位老师。我能不能放弃这次选择啊？有时候跟对人比做对事更重要。对不起，我不大喜欢站队，你一直站罗宾，因为他值得我尊重。你的意思是我不值得你尊重？我没有这么说。我现在可以让你立马拎包走人。那您岂不是少了很多收拾人的乐趣了？对，你说的对。只是一个助理的位置，也许你并没有那么在意，也许你心里早就想走了，但是等着我炒掉你，好索要一笔赔偿金，对吗？我会好好栽培你的。啊，你让我看到了年轻时候的我自己，跟我一样桀骜不驯，所以我才会有今天。我喜欢你。顺便跟你说一句，以后我们律所所有的律师助理都要优先服从我们律所的管理。换句话说，罗宾不再对你有优先使用权了。行了，别收了，一会儿我找几个人过来帮忙。没关系，这方面我擅长。我去拿瓶矿泉水。哎，这儿有。我就是想躲开你。我不是来看笑话的。滚！你是说，
让我这儿就地滚一圈啊，还是让我离开啊？你怎么理解都可以。我也懂幽默，一点都不好笑。那是因为我们的位置不同。之前你拿我来展现你的幽默感的时候，我也觉得一点都不好笑。你是来找茬的吗？我是来重新分配工作的。鉴于顾杰目前对我的重视，之前封印总是把名利双收和知名度高的案子分给你，顾杰现在认为应该换一换，你也应该做一些可能收益没有那么高，还很琐碎，或许还会遭到别人投诉的普通的老百姓的案子。这些案子虽然不是大案子，但是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与和谐。放这儿吧。这是一个老人家和他外甥女儿家产纠纷的案子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争房子分地的案子，但是这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，一套房子就意味着他一辈子的收入。你笑什么？这是我之前给顾杰的案子，他居然一直给我留着，真是令人肃然起敬。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随便说说。祝你一切都好，从头再来啊！你不用搬到下边去啊。租到你办公室外面去吗？我现在也是高级合伙人了。我不是一个攀高枝的人。良禽择木而栖，热不息恶木之音。我不是恶木。你的良心就不会受到谴责吗？我不能确定，封印他到底有没有做有损律所声誉的事儿。那你为什么就不能等你确定以后，你再去做那些？有些事情根本就弄不清楚。丽娜，真的，真相有的时候很难让人知道。这是件悲哀的事儿，所以你就错杀1000。封印他本人他也有错，他并不是无辜的。如果他洁身自好，他就不应该去。那如果要是有人陷害他，给他酒水里放东西了呢？那就应该把这个人揪出来，送到公安局去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你吗？因为我太正直。因为你不近人情。如果有人半夜出门被贼抢了，你就会说，你为什么半夜出门？你半夜出门就是不对。如果有人报警说自己被偷了，你就会说，你怎么能让贼跑了呢？你怎么不能把小偷抓住呢？哎，你等等，你的这个观点我听罗宾说过，责备受害者。啊，你是说你们是受害者，我是加害者是吗？不然呢？哎，为什么我赢了他输了，我就是加害者，他就是受害者；他赢了我输了，他就是胜利者，我就是失败者？什么意思啊？人心向背听说过吧？人心向着的，赢了就是胜利者，输了就是受害者。我明白了，你的心是向着罗宾的。我以前以为你以前以为我是一个攀高枝的人，对吧？谁赢了我就向着谁。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不是，你看错人了。不，我没看错你，你的确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说的是一个肯定句，不是一个疑问句。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你看错我了，我不是这样的人。我知道你不是。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工作呢？道不同不相为谋。